建良冲过去了，压过来，漂亮！哎呀，这一下应该对上，给我瞄准了打，漂亮！揍他狗那样的！这几下都是。注意看，坦克邱建良发怒，谁也拦不住。面对联合裁判给阿良穿小鞋的外国拳王，阿良没有任何犹豫，拿着拳脚进攻就往他的脑袋上打。这场比赛可谓是惊天地泣鬼神。联合裁判试图在主场作战黑掉邱建良，他的胆子也忒大了点。这名外国选手的背景可不简单，他叫艾哈迈德·伊斯梅尔，这家伙可是埃及皇室最后一滴血脉。身为全村人的希望，艾哈迈德为了能顺理成章打败邱建良，成为羽量级世界排名第一，他可谓是煞费苦心，足足研究了邱建良749天。接下来出场的便是坦克邱建良，贵为羽量级世界排名第一的他，并没有因为高调的身段而放弃来埃及打比赛，而是带领师兄弟随时做好战斗准备。毕竟在异国他乡打比赛，首先要做到保护好自己的人身安全。再说打比赛是否胜利的话题，敢给邱建良穿小鞋的人不多。埃及赛事方和埃及选手真的是人狠话不多。既然如此，邱建良当然没有要放水的必要了，话就不多说了。来，让我们欣赏一下邱建良的精彩表现。黑色短裤是中国勇士邱建良，白色短裤是埃及拳王伊斯梅尔。我是评论员王腾霄，我搭档的是著名的评论员王彦博老师。好了，大家看到阿良这回是打68，比之前自己的级别要稍微大一点点，纯的一个最重要的杀手锏。是啊，其实从在这个级别，邱建良的身体素质包括身材都不是最出众。对，你看，假设啊，我们本来邱建良想给埃及选手放点水，毕竟是在他们的主场，真要是被邱建良打得狼狈逃窜，岂不是会丢人现眼？得知对手要联合裁判搞事情，那么邱建良也没有要放水的必要了。身体的左右晃动加上灵活的拳头虚晃，很快就把伊斯梅尔搞得晕头转向。爆发力还是非常不错。邱建良也要小心对方的这种进攻。对。而且对手很年轻啊，这个刚刚21岁，这个有时候会冷不丁的来一次重击啊。对，所以说你预判的是这个拳怕少壮嘛，那他的这个肌肉力量啊、反应速度啊，这个一定是在一个这个相对很好的一个状态。是，而且呢，这个在身高臂展上两个人是差不太多，但是呢，这个身高你看邱建良1.74米，伊斯梅尔1.75米，但是呢，伊斯梅尔的臂展1.76米。这个是要这个数据上是好一些的。没错，荣耀的这几位明星裁判还算有点良心，面对伊斯梅尔所实施的违规小动作，立刻对伊斯梅尔发出了警告。不知道这一次警告是不是什么暗号？凭借伊斯梅尔在埃及的身份与地位，他完全可以不接受裁判的调遣，甚至可以把裁判说的话当成耳旁风，挤压对方。对啊，然后邓泽奇呢，更多选择是直线的拳馆。对啊。这样桃李天下的这种心愿，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鼓励。因为他们经过这个摸爬滚打呀，有丰富的经验，就传授给更多的年轻的朋友。对，把自己的技艺再传承下去。是，刚才这个伊斯梅尔是选择了直接蹦起来啊，在空中出拳啊，这个非常规性的进攻方式。这也邱建良直接跳起来。但是对方是低了一下头，邱建良是扶住了绳圈，把对方压倒。但是其实这个真的就说实话，这个擂台啊，我觉得还是在有待完善一些。这个外面留的这个空间确实有点太窄了，有一点危险。第二回合开始了，此时此刻邱建良还没有发现事情的不对劲，还在高高兴兴与伊斯梅尔展开对抗。毕竟伊斯梅尔是埃及皇室最后一滴血脉，真要是能够将其打败，那么邱建良在国际擂台的含金量将会进一步提升。面对眼前这个年轻气盛的伊斯梅尔，邱建良的进攻欲望达到了顶峰，时时刻刻都在对伊斯梅尔发起猛烈攻击。选手的训练的过程，给我们的感觉就是这些选手的这个爆发力都十足，而且不太怕拳。对，上来之后，其实刚才这个严博老师也说，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埃及的风格的打法，所以我们也不能说以偏概全，说所有埃及选手都是这个风格。至少今天这登场的这些选手，大概的主流方向都是很热衷于这种打法。是的，而且事实证明，这种打法依托于他们的身体素质情况下，对中国选手还是非常有效的，因为我们很少见。别看伊斯梅尔很年轻，自身的武术基础也很雄厚，但在邱建良面前，他依然显得特别不堪一击。为了能顺理成章取得最终胜利，邱建良一点都没有慌乱，继续实施稳扎稳打的作战计划与伊斯梅尔展开对抗。
眼见不对劲的伊斯梅尔开始搞事情，频繁的晃来晃去让邱建良有点不耐烦。幸好邱建良是以智商高著称的一位选手，并不会因为伊斯梅尔的消极比赛而丧失理智。小小的技术空档的这样的风格，我们反而不适应。对，因为他如果有空档啊，他相对于证明另外的其他的这个在长处方面，他必须要再更加的加大。对，或者在这些空档上加上一些非常规的动作。对。哦，哎呦，这个刚才小心啊！这种连续的摆拳加扫踢，这个就想想，这个你不地道啊，你也甭按套路出牌啊。的确打法比较非常规，对于邱建良的解读好像也产生了。这一次重击给邱建良制造了巨大威胁，一旁的裁判也在仔细斟酌要不要给邱建良读秒。碍于台下观众当中有体育总局的便衣，裁判并没有为难邱建良，而是示意比赛继续。这个行为让伊斯梅尔感觉到了愤怒。第3回合一开始就与邱建良展开了激烈对抗，真要是让伊斯梅尔打败了邱建良，那么这家伙可真就捞了一把大的。我说的摆拳，哇，腾空的转身后摆腿，这个真是幸亏是躲过去了啊。很多都得益于邱建良的这个辛苦的训练啊，他有些下意识的动作帮助自己保护了自己。再抡，哦，中了一脚，这一脚挡住了。其实啊，这个对于这种比赛啊，这个邱建良的这个心理压力啊，可能这个承担的要更大一些。邱建良的进攻很精细但不频繁，很容易让伊斯梅尔产生错觉。这一次摔倒就是让伊斯梅尔感觉到了害怕，主动倒地也是一种技术，最起码不用挨到邱建良频繁的重拳出击。随着时间的推移，伊斯梅尔的作战姿态越来越明显，然而邱建良也在随着时间变化而进行改变。连续的拳脚进攻打得伊斯梅尔苦不堪言。丰富啊，是，其实如果说这样的状态的话，他心态能够放平的话，他随便打，或者这个心态轻松的这么打，反而可能会超常发挥。伊斯梅尔现在有一点乱打，这放飞自我了，算是啊。对，因为已经完全不看邱建良的反应了。但这是很危险啊！邱建良的终结能力也是非常不错的。虽然他并不是以重击著称的选手。对，而且最后这一回合这打的确实是有点乱啊。你说前裁判直接读秒了。哦，这一下裁判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于是果断对伊斯梅尔进行了一次读秒。再不读秒的话，恐怕伊斯梅尔会被邱建良的重拳打成二愣子。邱建良再次冲过来，拉踹2次、3次，上勾顶膝。你看，这个把身体重量都抛出去了，全抡出去了啊！这个脚下有点打滑啊，打软。再中一拳，哦，这拳很重。第4回合开始了，本来比赛应该定格在第3回合。结果裁判组硬是把比赛带入到了第4回合。对于邱建良来说，赢比赛只是时间问题；然而对于伊斯梅尔来说，却是噩梦降临一般。裁判不知道伊斯梅尔当下的遭遇，就只知道加赛一局能给伊斯梅尔带来更多的胜利机会。殊不知，这一次加时赛会害了伊斯梅尔。邱建良有些急了，我的心态有些焦躁。对，应该还是这个情绪上有一些受影响。是，没错，这个摔法是没意义的。无论对谁来说都是一样。后手抡，再次左右移动，邱建良绳脚，哎呦呵，对方做了一个下箍颈的这样的一个动作，而且持续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裁判警告了，裁判的警告一点说服力都没有。明明邱建良是在按照比赛规则来打比赛，
结果硬生生被警告了一次。这要是换成时，他也不会答应。裘建良为了稳住心态，能更好的与伊斯梅尔展开对抗，并没有把裁判的说辞放在心上，而是继续拿着重拳教训伊斯梅尔。转身后摆没打到。这个伊斯梅尔在第3回合就不停的使用这样的动作。对，这会儿已经开始跑着打了，伊斯梅尔。感觉他可能没有做好这个4回合的准备。对，你看这几下都是又再次倒地，裁判直接读秒了。认为太消极了吗？我刚才并没有看到进攻。我是认为他这个整个把身体抡出去之后，然后顺势倒地啊，可能有借这个机会喘息的这个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喘息的缓解的这个小伎俩吧。裘建良冲过去了，压过来，漂亮！想黑掉裘建良的人多了，他们这些小伎俩早就被裘建良看穿了。进入到第4回合之后，裘建良就像是变了一个人。很多进攻都是针对性进攻，一点余地都没有给伊斯梅尔留。连续多次的读秒也是让伊斯梅尔看清了敌我差距。裁判再读秒，那这就没有什么悬念，没有任何打的悬念了。对，绰飞伊斯梅尔直接把裘建良给配掉。时间也不多了。哎呦，这真是强弩之末了，很典型的这个动作啊。最终的比赛结果还是裘建良获取了胜利。无论遇到什么阻碍，都无法阻止裘建良前进的步伐。裘建良在擂台上1打2的行为，也是让他得到了外国观众的认可。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你会给裘建良打几分？出国比赛可能只能尽量来适应国外的这个场地、国外的饮食、国外的时差、国外的规则、国外的 special 规则，所以以后出国比赛的这些师弟们，希望你们一定要好好保护好自己。